大家好，欢迎各位再次来到 MD Talkman。好，在开始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请容许我最后一次保养我的双手。各位如果有关注 MD Talkman 节目的话，你应该会发现这一集影片是 MD Talkman 首次露脸影片。原因是因为呢，有人跟我说，每次在画面上都只是看到我这两串香蕉在这边晃来晃去的，画面看起来实在是太无趣了。既然如此，我再也不用保养我的双手了，我直接露脸，跟各位聊聊今天想聊的话题吧。好，那闲言少叙，各位有没有觉得说，最近的这种新的随身听产品，好像都必须带有蓝牙的传输功能？比方说，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Amadana 的 Music CD Player 跟 Enas 的 Music CD Player， 这两款的 CD Player 它都是带有这种蓝牙的功能。好，那这种蓝牙功能是一种新形态的体验。也就是说呢，基本上你只要准备一个蓝牙喇叭，好，那然后呢，你的 CD 放到随身听之后，经过跟蓝牙喇叭配对完成之后，你按下 Play 键之后，你的音乐呢就可以从这个蓝牙喇叭上面所播放出来。好，那我自己实际聆听的经验，我觉得这样子的体验性真的还蛮不错的，有别于我们一般的传统的一些老机器的聆听的体验方式啊。好，但是问题是，以前的这些老机器有没有办法让它也能够蓝牙传输呢？好，这件事情其实以现在的角度来看，不会很难达到。好，但是你要知道，以前的老机器火红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蓝牙这个词啊。蓝牙这个词是后面我们科技进步所发表，或是说所研究的一些这个无线传输的技术，才有蓝牙传输。所以老机器当然不会有这种蓝牙传输的功能，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外加一些蓝牙发射器，就可以让它有蓝牙的功能。好，那各位如果之前有用过一些蓝牙发射器的话，你应该会发现，大多数蓝牙发射器它可能都是带有这种 USB 的孔，也就是说你的机器本身要有 USB 的孔，但是我们这些老机器实际上大多数不会有 USB 的孔吧，最多的都是3.5mm 的孔。好，所以呢，今天我就跟各位介绍一款，这款是这个 Nokia 它所推出的一款蓝牙发射器。这款蓝牙发射器呢，它是有支援3.5mm 的这个孔。好，意思是，而且它整个的包装非常的小，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打开之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会有这个蓝牙发射器的主体以及它的传输线跟一个说明书这样子。好，所以它整个包装算是非常小巧。好，那包装既然都这么小巧了，主体当然会更小。好，这个主体的话，它本身呢，它是好，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这个正面跟背面，其实看起来都是很简洁。那整个机身呢，也就只有一个按钮而已。好，好，那这一款呢，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是支援3.5mm 的，因为你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个机器呢，把它插到你的老机器上面。好，一般假设我现在是插这个 MD 随身听好了，基本上你只要做好配对，你把它插上去之后，然后按下 Play 键，那它的音乐呢就可以这样子传输到你的无线蓝牙喇叭上面。好，整体用起来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好，那因为它本身很小巧，那不管你是要放在这像 PSP 啊，或者是 Switch 等等，它其实放上去整体也无违和感，看起来其实都还蛮搭的。那甚至你像比方说，我现在是用Sony 这台 HiMD RH1，我觉得整体的造型还蛮搭的。你看你搭上去，这个旁边立起来就好像一个小天线一样。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把它往旁边倒，就是让它用撑住的感觉。那所以你看放在桌上的时候啊，它也是有点这种可以当做这种展示的作品一样。好，也就是说你聆听机器的时候，它又不影响到你的美观，所以我觉得
这个蓝牙发射器啊，我很喜欢的是它很小巧，而且又支援3.5mm。好，那而且插在机器上又没有违和感。那除了它本身体积很小之外呢，那我还特别喜欢的一个功能是，一般的这种蓝牙发射器啊，它都是只具备这个传输功能。好，但是这一款呢，它除了具备传输功能以外，它还具备接收的功能。好，所谓的接收的功能，就是说它也可以把你们一般的喇叭，只要你带有 AUX in 的，或者是一般老旧的一体机的音响，它具有 AUX in，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一款，让你的那一种老旧的喇叭瞬间变成一个蓝牙喇叭。好，因为它具备接收讯号嘛，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些你手机的上面的音乐借由这个蓝牙传输，然后让你的老的这种一体机的音响或者是喇叭，可以让它当做无线蓝牙喇叭来用。好，那不过要特别注意一下，像它这一款虽然是同时具备传输跟这个接收的功能，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种 mode 啊，要么你就是在传输 mode，要么你就是在接收 mode。好，那要怎么调整呢？基本上也很简单，它整个机身就是一个按钮。那当你在这个关机的情况下嘛，你先长按，长按之后它会开机。那开机的时候，它预设会是在这个传输 mode。那传输 mode 的情况下，它是会出现绿色的灯号。好，这个是代表传输 mode。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再切换到这个接收 mode 的话，那你就是在这个绿灯的情况下，你再长按10秒。那长按10秒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会转变成蓝色的灯。好，那蓝灯的话，就很像就是代表它现在是接收 mode。好，所以基本上它的操作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就只有一个按钮，那都是靠这个长按的部分来做一些切换。那一般这种蓝牙的这种规格啊，其实像比方说什么4.0的规格啊，或者是4.2啊，或者是5.0的规格，或者是一些传输的协定，比方说它有SBC 的协定，或是 aptX 的协定等等。那今天其实我不打算针对这些规格的部分做详细的解说啊，但是各位你只要知道这个 Nokia 它的蓝牙传输器呢，发射器。它是只有支援 aptX 的，所以有支援 aptX 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的传输的时候，这个所能够携带的资讯量是比较高的。那当然aptX 呢，它是一个高通的一个专利，好，那它是宣称说可以接近这个 CD 的音质啊。好，那当然了，因为它是高通的专利，所以呢，目前的话，iPhone 它是不支援 aptX 的。好，但是一般很多像 Sony 的随身听，像之前有介绍过的 NWA100 TPS 这一款的话，它都是有支援 aptX 的这个传输协定。那我自己有稍微去比较过一下，一样的音乐借由这个 iPhone 传输，跟借由这个 Sony 的随身听传输，带有 aptX 功能的话，带有 aptX 功能的听起来确实是会比较好听。好，那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传输量是比较大的啦。好，那也就是说它的压缩量跟这个资料 lose 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好，那当然影响音质的因素有很多，并不是只有这个 aptX 的因素啦。好，也就是说，影响音质因素非常多，你没有办法一概而论。那只是说以这个例子的话，aptX 它是一个影响的因子之一。好，OK，那既然这一台这个它具备这个蓝牙的接收的功能，那我就想到，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来插在 MD 上面来当做这个无线录音呢？好，我稍微先讲解一下好了。一般的 MD 你要录音的话，有两种方式，要么就是数位录音，要么是这个类比录音。那数位录音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光纤线或是同轴线。好，那如果类比录音的话，你就是把这个传输线或者是 RCA 的线，然后把它插进去就可以录音。好，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透过这个蓝牙发射器来做这个无线录音的话，
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插在这个 Line 的地方，也就是把它当做本来是类比录音的那个孔插进去。好，所以我当时我有突然想到说，好像有这样子一个应用的技巧。好，所以于是我就自己来录音看看。好，而且经过我的实际的验证结果，这样子确实是可以录音的哦，而且它录音的这个效果还蛮不错的。当然，我有仔细去跟这个光纤录音的来去做一些比对。好，我发现它的音场上面呢，虽然没有像这个光纤录音的这么完整，它有点被压缩的感觉。好，但是整体听起来音质还算不错。好，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个录音的这个用途呢，比方说你是想要录一些广播节目，或者是录一些 podcast 的节目，或者是录一些这个教学类的等等，它的诉求并不是在于音乐的这个品质，而是在内容的上面的话，我觉得像这样子用的无线录音，真的还蛮方便的，因为基本上它的素质我觉得还算不错，还听得下去啦，不会到非常差。但是你说要多好，我觉得也不会到多好，因为基本上蓝牙传输的东西，除非你是像Sony 有个 LDAC 的这个技术，它是可以宣称它是无损的传输啦。但是一般其他它都是有损，只是说损了多少、压缩了多少等等。好，所以今天最后就是跟各位介绍这个秘技，只要搭上这个 Cochlear 这个蓝牙传输器或者蓝牙接收器之后你就可以把你的 MD 来当做这个无线录音的用途哦。好，那各位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好，那我们 MD Talkman 下次再见。最后一次再保养我的双手一下，各位之后再也看不到这个镜头上面两只手在上面晃来晃去了。MD Talkman 下次再见。